你玩原神多久了？你还会玩多久呢？原神的游戏时长在你玩的众多游戏中排第几呢？我玩原神快3年了，讲真，在这个短平快的时代里，一个游戏玩了3年，我真的很难想象。在玩原神之前，我是一个单机玩家，大部分的单机游戏都是月抛型，撑不过3个月，1周目结束之后，几乎不会再去玩2周目。而在去年原神的周年庆，显示我的游戏时长已经达到了500小时。上一次玩了这么久的游戏还是怪物猎人2季，从进入大学一直到工作太忙没有时间玩，再度拿出 PSP 的时候，机器已经坏了，游戏时长也就停在了1800小时。那么说起原神，首先要感谢的是当初百万塞尔达的节奏，这点就很讽刺，因为没有那个节奏，我可能不知道原神，就是因为塞尔达常常和原神在一起出现，反而让我这个对于西幻 RPG 有点兴趣的玩家决定要尝试一下。虽然说我是 1.3 版本入坑的，但真正开始玩是到期上线，因为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神有 PC 版，所以我个人觉得原神做3端互通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没有 PC 版，我一定不会去玩原神，而时至今日我也没有在手机上玩原神的习惯，这一点隔壁的小铁确实就很有优势，因为没有操作门槛，看电视的时候躺着的时候开个自动，完全不占用休闲的时间。说回到原神，和大部分一上来就氪金的玩家不同，在 2.2 之前一直是我对于原神这款游戏的考察期。虽然说我的选项只有零氪和退坑2个，但游戏设计的如何决定了我会玩多久，会如何玩。接着在 2.2 发生了2件事，改变了我对于原神的态度。一件是逐月节，最终 PV 的质量让我觉得制作组是有情怀的，是值得肯定的。另一件是我干了1个版本的原石，打算抽胡桃的一命，结果歪了迪卢克，道心破碎，从此走上了摆烂的康庄大道。这个时候我入坑才2-3个月，所以现在当很多玩家说原神越来越无聊了，我上线做个委托就下了，真没意思的时候，其实我已经这样玩了快3年了。反而这种摆烂的状态很适合我这种时间不多的玩家，而我在游戏中的签名一直都是这样的，真正玩游戏的时间很少，更多的时候我可能在研究高等元素论，研究伤害计算，研究原神的剧情走向，研究游戏本身的设计。而随着游戏理解的成长，我的第一个主 C 凝光也在成长，旅途也变得越来越流畅。我觉得这种共同变强，犹如伙伴一般的体验，是原神吸引玩家持续游玩的秘密之一。当然，这种共同成长只会发生在开荒阶段，因为当玩家结束开荒，完成了深渊的挑战，后续的培养更多是机械的重复。所以为什么我们总是回忆开荒时期，觉得那个时候好玩？因为那是一段从未知到已知的旅途。而当已知变成知识，我们对于提瓦特大陆的好奇心也就逐渐的消失了。接着版本来到了 2.5， 备受玩家期待的8重神子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我理解玩家期待落空的感受，但我并不觉得在角色的设计上有什么问题，我反而是喜欢推陈出新，甚至有些抽象的设计，因为这对于游戏理解是一种挑战。而培养这种冷门还被认为弱势的角色，反而让人找到了当初和角色共同成长的乐趣。所以时至今日，对于抽 X.5 的角色并对他们的设计产生猜想，我依然乐此不疲。虽说是炒股，但这也算是一种游戏的乐趣吧。不过8重的节奏还是愈演愈烈，所以我认知到了一件事，原神并不能永远让所有的人都满意。随着 2.4 神女批关的出圈，玩家群体的扩大，一定还会产生更多的舆论节奏，这些是必然的。精品往往是小众的，而大众的产品最后避免不了要走向平庸，不应该说是走向中庸。就像怪物猎人2季的时候，它还是一个硬核的动作游戏，但为了出圈获得更多的用户，近几年的续作往往被老猎人说没那味了。所以在 2.5 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原神的扩圈和未来的缩圈。而在须弥之前的 2.8， 虽然由于干度太高备受诟病，但再回看那张海岛地图中的解谜、角色故事、液压剧场，我愿称之为巅峰之一。而谁又知道，那种解谜解不开，最后查攻略才恍然大悟的游戏体验，竟然变成了绝响。在玩家反馈解谜难、解谜引导不清晰、解谜太多不喜欢之后，原神在解谜上丝毫不抵抗的变成了宝宝巴士。随后在须弥上线前，我发过一期原神大世界探索的问题，强调了大世界在逐渐鸡肋化，希望看到新的设计和突破。只不过在当时，整个游戏正处在发展的快车道上，玩家大多在期待草元素这一体系的上线。在那条视频里面，我变成了玩家口中的小黑子。于是须弥来了，
作为原神口碑的转折点，我始终认为这存在一定的必然性。一是以南亚、中亚为背景的文化，玩家太陌生，很明显是不如前3个国家容易理解和共情的。二是随着口罩阴霾的过去，版号寒冬的过去，在这个阶段，玩家游戏时间减少，同时也迎来了外部的挑战。原神产能在须弥的爆发，反而成为了玩家的一种负担。任务流程长、解谜复杂、地图复杂等设计都迎来了负面的反馈。三是在剧情的写作上，须弥也尝试了更多的风格，比如明明是尼鲁传说任务，但尼鲁却并不是主要人物。虽然我个人其实超级喜欢这个传说任务，以及伞兵的故事出现了非常大的争议。其实我个人因为常常考据，是知道伞兵的故事并不简单，也不会在 3.3 就此结束，但就像是看小说，读到一半未完待续，下期再见，那总归是有些难受和膈应的。第四是个人的感受，在 2.4 以后到 3.3 这个阶段，应该是有大量玩家入坑的，并且在这一阶段也有大量的视频作者发现了原神这个香饽饽并投入其中。每逢卡池流水，总有营销号要吹多国登顶，或者说流水 BOSS， 这就注定了在舆论场上，原神在快速地积累着部分观众的反感情绪。而我在 3.2 写过一期反对用流水折线图的数据来吹小草神流水的内容，也被当时大多数人的狂欢情绪无视了。此一时彼一时，现在这样的风险在隔壁小帖中累积，吹的人越多，风险也就越大。当大量的视频作者只通过 UC 标题来吸引流量，而不是内容的时候，那个创作者激励也就变成了一颗地雷。总的来说，在须弥，玩家总能在这个版本找到属于自己不喜欢的内容。不喜欢伞兵的剧情，不喜欢打牌的活动，不喜欢男角色连发，不喜欢迪西亚进常驻。那我呢，当然是不喜欢大世界的设计思路，毕竟我是因为大世界才入坑的。但是我很清晰地认知到，原神的大世界设计不是我能选择的，而是大部分玩家替我选择的。当大部分的玩家说解谜太难，引导不清晰的时候，我所喜爱的大世界解谜就不可能再存在了。很明显，须弥的解谜不是往难的方向去设计，而是往复杂的方向。但这种复杂并不来源于思维，而是操作上的繁琐。所以在须弥，玩家能感受到的不是难，而是一个又一个简单却麻烦的解谜挑战。在这个版本，我理解到，其实原神正在因为巨大的玩家数量而逐步的走向中庸。于是在那时我说，当一个游戏公测上线以后，决定游戏设计的就不单纯是制作组，同时还有玩家。像这样的国产内购长线运营的游戏，它必然是会受到市场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市场的喜好。而作为一个零氪玩家，恐怕是这个游戏中影响力最弱的一类。当然，对于须弥，也不全然是不尽如人意。回忆起来，我记得森林书的大合唱，也记得萧公传说任务的第2章。那个传说任务是我第一次萌发出愿意给原神氪金的想法。理由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如果把这个传说任务当作电影看，那我愿意付30或者68元的票钱，用来认可制作组的用心。而 3.6 版本星穹铁道的公测，时代的小火车滚滚而来，接走了一批旅行者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回来了。提瓦特太过渺小，不如星辰千变万化。从此在往后的日子里，玩家又多了一个比较的对象，又多了一份长草后的谈资。如今呢，枫丹即将迎来 4.6 版本，再过几个月也将进入 5.0。 虽然在商业上流水表现不如过往，过去的赞美也都变成了看热闹的戏谑，但身在提瓦特大陆游历的我，很难说出枫丹版本不如须弥。枫丹的剧情流程、大世界的解谜挑战都有优化，从游戏设计上来说是有进步的。虽然解谜的难度这辈子都回不来了，但在枫丹，我的游戏时长应该说是比须弥要长一些的。所以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还在原神，我觉得是因为大世界的山山水水，是因为那些未完待续的故事，是因为操作角色摆烂的日常成为了一种休闲的习惯，是因为想见证这个曾经的爆款是如何走上巅峰又如何走下巅峰的。是的，在我看来，原神除了是游戏，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它的乐趣已经跳脱出了游戏本身，延伸到了更多地方，比如下一次的节奏会是怎样的，玩家又会有怎样的反应，原神的运营又会如何调整，在所有的故事最后，玩家又会对原神做出怎样的评价。在接触7天神像的时候，有一句文案，他说只要你不失去崇高，整个世界都将为你敞开。我觉得改一下，只要你不失去好奇心，整个世界都将是你的游戏。
所以原神无聊吗？我想是的。那原神有趣吗？当然了，我的朋友，我是提瓦特地理，我们下期再见。